打开确认，还用打开吗？别废话。哎，师傅，这就是脏器，记着。要不咱收了吧？光这么些东西，不可能，不至于扔这么远。再找找。那把衣服拿来，快换上。差点没感冒了。志远，怎么抖这么厉害呀？吓着了。你是个人啊，活生生的人，就那么被分尸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。好了，照顾点他。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？颅骨骨质发白，表面光滑，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。哎呀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。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，应该是名女性。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，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。我们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。我们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，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。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？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，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，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，还原这个颅像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。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什么快说什么，快点！垃圾都分完了吗？没有。回去接着干，干得精细点啊！哎，知道。就把我那衣服拿着。师傅，国平，累坏了吧？还好，那两片啊，都清完了，什么也没发现啊。我们刚得到消息，受害人是女性，女的，所以是这样，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，一旦发现尸块，尸块周边的，特别是女性用品，一定保护好，千万别给破坏了。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叫过来弄。好，还有，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，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，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，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，这些东西也留神。好，啊，交给技术统一处理，好吧？好。哟，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！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！大哥，谁冷吃热的啊？没说给我带一件呢。我跟汤儿，我们俩又发现一包，在哪儿？在一个排水渠里。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，我刚催过，各派出所正在统计，随时就能送过来。真够慢的。
这个巡警啊，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，所以呢，你跟派出所说一声，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，别的不要，明白了，让他快点，我再打电话。陈叔，陈叔，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？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，稍高啥情况不知道的，别给人添乱，赶我去。哦，好。快叫技术，快跑跑，快点，快！技术！这跟早上那包一样，全是肉，没有骨骼。这部分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应该是颈部的环状关节的前呼吸。但是，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，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，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。来盘生姜，暖和。哪儿捡的？你嫂子给带的。我觉得他回来了。什么？那个人，我觉得他回来了。少天进卧室吧。来。军儿，哎，地图带了吗？在，找5分河粮站。找到5分河粮站。这儿有铅笔盒。杨树村小学，找到杨树村小学。好，延安巷。找到延安巷。二哥，
5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。几个钟的话，福安里。安里，这包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。那二哥，你手里跑个头吧。好嘞。二叔，就这些蟹壳子、碎酒瓶子，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？想知道啊？啊，你教教我。去，问你师傅去。你等等我，你别走啊！师傅，你教教我，这么晚了，别让二叔去了，我去，保证完成任务，行不行？你喝得起这个吗？上沟大区。这一瓶赶我半个月工资了。哦，这个月份，你买得着螃蟹吗？买不着。你吃饭用餐巾纸？我不用。明白了。不是，这跟这有啥关系啊？小伙子，这可不能含糊。看你这意思，你还是没明白。你师傅的意思，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，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。阿奎，我这样解释行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明白了，我还没明白呢。去了之后怎么做啊？找到这个吃螃蟹的，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。不管他去过哪儿，什么时间去的，然后怎么去的，路上都有谁，看见了什么，听见了什么，闻到了什么，我都给他调查清楚。哎，啊，骑摩托车去。哎，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路上慢点，别乱七八糟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知的有3个抛尸的地点，第一个是四坡路，第二是豆芽桥，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。你认为，根据这3个地点，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？理论上是可以的。那我问你，凶手到底住在哪儿？就是不好说，是吗？城南、城北、城东、城西，是不是都有可能啊？是。哎，宋长，哎，咱们市那些明哨、暗哨到目前有什么发现？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。那就是说呀，由内向外，由外向内啊，到目前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所以我认为啊，在寻找尸源上，还是要加大力度。啊，郭局，垃圾场有新情况。垃圾转运站有新的发现。福安里啊，福安里。你看啊，豆芽桥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抛尸的地点，也是尸块最少的地方。四坡路发现的尸块是豆芽桥的1倍，然后我们又发现了福安里，等于说凶手是沿着这条线一直在抛尸，而且抛的都是碎石块。而在蒋王庙呢，凶手是把一部分内脏和头颅扔在那儿了。咱们都知道，抛尸是有一定规律的，叫近小远大。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小，那证明凶手所住的地方离现场就越近；反之，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大，像头颅、完整的四肢，那么凶手所住的地方就离现场越远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凶手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在四坡路、豆芽桥西北一带。好，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，把这个家伙尽快的逼出来。按照吴教授说的，向福安里一线加强兵力，啊，行动。是。不好意思呀，归队。摊子，我的问题，你没事吧？
之前指认不实，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2月24号晚上，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？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。哎呀，可不，已经另案处理了。哎，这下功夫全白费了。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。主要是卫队想钉，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。进。哟，啊，梁局，快坐。怎么？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。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啊，已经承认，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对体貌的描述呢，也是稀里糊涂，所以这条线，这不等于断了吗？另外呢，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唯一让我们高兴的，就是梁云找到，人还活着，活着。据他本人说呀，他跟薛家健分手以后呢，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。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基本属实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，就是好消息。另外，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对，鉴定结果呢，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青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。最关键的是，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。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，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的。廖局，别安慰我了。现在可以认定啊，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，所以啊，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至于魏国平呢，死抱着88案，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吧。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，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救高秀莲、找爱莹、抓薛家健，都是他和3队做的。哼，你就别夸他了，再夸他更摁不住了。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，大伙儿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。现在突然被推翻了，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。闪？魏国平闪的太少了，他应该再多闪点儿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真的不心疼这个徒弟？怎么办呢？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，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？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。坐吧。不说工作，聊聊生活上的事儿。我没生活。不过听说你失眠很严重，一直这样吗？也没有，就这些年的吧，才有的。过去嘛，争强好胜，别人看半晚上书，我就
看一宿。别人能站半天，我就站一天。老想比个输赢，那时候体力也好。不睡觉没关系，现在想睡睡不成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？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？哎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这人也没啥可聊的。你是个人才，一个优秀警察应该有的特质，你都具备。忠诚、勇敢、执着，无法困难。你的经验、头脑，你的领导力，都很出色。冷不丁夸我，我感谢领导。我这就说到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，其实也就是你最大的优点——执着。可执着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，要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控制，那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变成偏执。对，偏执。您不是第一个说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改了？想啊，改不了，跟失眠一样。还是因为陈山河吗？咱能不提这茬了吗？您接着找找别的缺点。我挺爱听的。作为一个老公安，我知道你是种什么滋味。一开始是震惊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然后是愤怒，是悲伤，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，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不敢喝酒，你甚至不敢睡觉，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，因为哪怕是一点点、一瞬间的脆弱，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。那3队弟兄在等我，我能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压力，它会让你想到，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，不顾一切的破案，找到他，抓住他，这样才能让你高位战友。没错，才能解脱自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就要破这个案子，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，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。我向他保证过。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，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，不要失去你的冷静。这是破案的大忌。谢领导提醒。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。聂小雨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是电机厂子弟，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，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。我问的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朋友。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？到目前为止，都是普通朋友。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没有违法犯罪。你不要误会，警察要查案，社会关系要过。我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我懂。不过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越界，一直都没有。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，聂宝华所有的事情，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。
只有相信。但这里边的关系，毕竟还是很敏感。瓜田李下吧，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，还是要避嫌，尽量。现在我可以走了。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这太天经地义了。因此，很多人经常都忘了法不容情。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谁走？他把你当成他了。什么？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，结果你看小霞让他成这样了。人在哪？那儿，对面。谁呀？这是？我。他叫王德发。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出狱了，只要不违法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我只是跟她打个招呼，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？你住这儿啊？你没家呀你？我是没家，坐牢第3年，我妈就死了，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，我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？这租的房子是吧？应该是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咱俩不废话啊！我通知你，今天你马上你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懂法了。作为合法公民，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。你妹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怎么想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！小霞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麻烦跪下。好，谢谢。干什么呢？小心点，不是？别碰了！不是保护现场，不知道吗？新来的同志，你再把人吓着。没事吧？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，我差点没吐了。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？致命伤是一致的，利器切割喉咙。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，也都是左撇子干的。还有，死者都经历过性侵。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，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，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，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。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，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，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。他是大坏人吗？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！
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别提了吧，摸排了3天了，哎呀，啥也没有，连个毛都没摸着。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？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，就这态度啊？国平，不学他，你稳点啊！我很稳。来，师傅，我再给您添点。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，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。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？来，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，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，我才当了警察的。哎，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。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保卫科双雄。哎呀，得了吧，这是什么好话呀？啊，不是好话是啥话？这小屁孩，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？回去学习去啊！来，把这个干掉。还是国平哥好。你呀，你就这么惯着他吧。我跟两个说呀，这个人啊，得赶快给他抓着。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，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，整得人心惶惶的啊。这个人吧，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，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，这样的地方，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，否则啊，他也猫不着这些受害者。你说咱厂区南边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儿，爸，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。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？因为下雨的时候，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。哎，下这么大雨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巡个逻嘛，没事儿啊。我可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。你换衣裳干啥呀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你好好学习去，想要当警察，先考上警校啊！警校没考上呢，那能行吗？去，回去。走了，走了吗？我们今天注意点啊！能不能抓着坏人，还得看运气呢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出个事情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从那边走，我从这边走，咱俩到里面汇合，好吧？好。
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，简称88案，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，生前遭受性侵，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后部。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，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，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。从受害者伤口判断，凶手是左撇子，作案手法残忍熟练。92年，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，但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睡了多长时间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。中了大奖了。要不你再眯会儿。睡不着了，神经衰弱就这样。那你得多难受啊！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。这些都完事了吧？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。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，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。卫队，后半夜冷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好。你我先走吧，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。那行，你慢慢看。超来了，小班。来了，超。哎，卫队。卫队，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？刚才抓了一小子，好像就是正主。东边左手第3排，628、629那一块。0628。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？第3起没法并案。0928那块。你蹲下来。右手边，928，你看看。为啥呀？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，第3起不行，一扇门上6个脚印，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，都跟前2起不一样，所以没法并案。哦。就服你。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，受害者为中年女性，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，但是经过尸检发现，致命伤在颈部，水果刀穿刺而成，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，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。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。结婚的东西啊，这套也很好，你看这套。这结婚啊，就是要喜庆，红红火火，顺顺利利的。当然了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我试试，驾照也要拿好的啊。不错吧？小雅，小雅，小雅，刚从香港带的货，全您家，就我家有。哎呦，小雅，你在这儿啊？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！你喜欢啊？老板是吧？哎，拿双37的。哎，马上给你办啊。挺好看的。
耳朵，没醉啊？阿福真稳。废话，快50了，还是老侦查员，还有谁比我稳？什么时候到？话说就快到了吧？过来到底玩什么呢？枪啊、药啊，还是水货呢？活来得及，就在茬儿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来，都听好了啊！瞅准了再泼，别惊着群众，别碎了东西。听着没有，唐儿说你呢？得了吧，唐儿，上次那玩意是你。上什么次？上次这次说你呢，你得注意，别大锅饭，谁砸谁肥。好嘞。5楼吧，不用找了。几位大哥，玩游戏啊？老板在吗？老板没在。哎，干什么？老板不在，老板不在。别动！警察！起开！走，走。别的单位啊，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，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。来，抬头，看这儿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一会儿啊，一人给我抄一份。我告诉你们，脑袋掉了，碗大的扒拉。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，今天你们要抓要关，看着办吧，反正我啥都不知道。场子都清完了，喊什么呀？都是你的人，喊给谁听呢？给我听啊！我说魏队，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？这半天了，生意都黄了，我也得吃口饭呀。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？不是，孟三儿，你为什么跑？我知道啊，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
为无期呀。哦，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。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，再重新说一说呢？我真啥也没干呀。你在这儿跟我说，我能帮你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不是我带你回去说，性质就变了吗？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？别给脸不要。是不是广州那事儿？继续。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，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。我不去，他们非得让我去，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，我啥都没说，跟你没别的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想去，我都能带你去。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？知道。提你好使吗？好使吗？链哪儿买的？借我试试呗。这金的。哎呀。哎呦！笑，不带脑子呀！一天到晚给我丢人。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？谁也别说谁，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，一个样。我交钱了。这帮人挺会挑地儿，这饭店适合抓捕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先生几位？自己不会数啊？山无敌。你好，这边。挺横啊，香吗？前面就是珊瑚天。我行了，妹妹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，不用管了啊。孟先生是哪位啊？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，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。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！行，喝啥呢？好嘞，大哥。这边请。哎呦，兄弟啊，真家伙呀！哎，你们那边什么价啊？给我们弄一批呗。你干嘛？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o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哎，听见了吗？
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你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哎，你弄得我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
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，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。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温手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2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！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，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了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，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？是的。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，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，要分个主次。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，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浆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的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个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区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坐。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石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